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国际政治系列。我前几期呢做了好几期那个武统台湾系列，对吧？然后呢，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做一个新的系列国际政治系列。为什么呢？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的比较多人抓人眼球的新闻现在开始跟大家说第一普京讲话普京讲话，10月2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被中国记者杨旭东问起俄罗斯是否会与中国组建军事联盟的问题时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达到了互信的程度战略互信非常高，对吧？我们并不需要军事同盟但是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模棱两可，对吧？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个可以从理论上设想一下中俄两国定期在双方国境内进行海上和陆地的军事演习，好多年了，连续好多年了并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吧？不仅在武器的销售和购买方面，而且在技术上共享技术，对吧？包括敏感领域具体数据不方便说好多领域他不说军事秘密，对吧？军事机密比如呢，中俄近年来在军事合作方面的前不久在中国共同研发了一款反导预警系统，这是公开信息，对吧？我就是给大家点一下具体俄罗斯普京不说，我也不方便说，我也不知道，对吧？那普京又说，曾经在国际上享有绝对支配地位的美国，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本钱来主张美国的独霸世界的美国的理想念想，对吧？如果美国不打算和俄罗斯认真的讨论国际话题，那么莫斯科方面将准备和其他国家抱团，也就是警告美国你别再一意孤行了，对吧？你再不跟我们好好谈我就跟其他人结盟了，就这个意思警告美国无独有偶，10月23日我方迅速做出回应，对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俄弘扬传统友好没有止境，拓展合作没有禁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国政府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水平持续提升经受住了国际形势风云变化的考验，树立了新兴大国关系的典范大国关系典范，对吧？普京的发言和赵立坚的迅速回应表达了一种明确的信号就是给大家一种就是充满联想的那种信号什么的，中俄两国即将或正在形成了一种类似军事同盟之类的那种联盟而且不光是军事上了而且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对吧？文化军事多领域但是呢大家看上去，但是我不是那么认为我时至今日由美国独霸操纵世界局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正在日渐衰落对吧？中国普京又说，中国与德国又把德国拉进来了，对吧？中国和德国正在成长为新的超级大国，论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中国正积极的向超级大国的方向迈进美国已经很难再像以前一样独霸世界了。套用一句老话，天下苦美久矣天下苦美久矣，对吧？那事实呢也正如此。自从川普上台之后那种种的倒行逆施的政策，使美帝加速的走向衰落走向衰落。国际上推行所谓的美国优先，对吧？单边主义的霸权主义政策，对吧？各种国际组织退群对中国全方位的搞极限施压，将国际秩序搞得一团乱麻。川普政府擅长捣乱，却不擅长治理，不仅体现在国际上，在国内也是这样，对吧？一场新冠疫情扒下了美利坚灯塔国的底裤，对吧？底裤扒下了，是吧？川普政府无力阻止疫情蔓延，就极力鼓吹美国的民众别戴口罩假装硬汉假装 tough guy， 对吧？反智反科学的种种那种愚民的行为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哪个世界第一呢？就新冠确诊病例世界第一，现在已经835万了死亡确诊因新冠死亡22万多，对吧？经济深度衰退好多美国底层的家庭破产，包括有某些中产阶级都破产了。我跟你讲，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民生凋敝，族群撕裂，对吧？黑命贵运动是吧？
然后呢，有黑玫瑰运动呢，导致那个社会动乱啊，底层民众啊没饭吃了，没钱赚了，因为疫情要那个quarantine嘛，要封城嘛，要那个隔离嘛，对吧？打砸抢烧啊，零元购什么都来了，对吧？这都是美国美帝啊走向衰落的标志啊。那还有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前几天又说了，对吧？啊。灯塔国早已经名存实亡。你看，外交部代表国家的外交部啊，中国的官方面公然就这样是对过去是不可能想象的。现在你看，就像灯塔国已经名存实亡了，对吧？公然就是嘲笑他们，你知道吧？进入新世纪之后啊，中国呈现出了那个明显强劲的上升势头，对吧？无论是在面对美国的政治围堵和军事遏制，还是贸易战、科技战啊，中国都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对吧？让美国啊徒劳无功啊，杀敌没有1000反而自损800啊，对吧？而一场新冠疫情也没有如西方所希望的那样啊，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欧美反而深陷其中啊，无法自拔，对吧？第二波疫情正在袭来，第二波欧洲、美国啊，对吧？欧美、西班牙、英国、法国啊，北美，我的天呐，包括那个北美大陆还有南美，对吧？那个加拿大之类的啊。那他们没有能力去有效遏制那个疫情蔓延啊，然后呢，再带来经济恢复，因为这是一个死循环。你要恢复经济啊，必须把那个新冠疫情遏制住，对吧？然后把那个产生拐点，把那个感染人数往下降到一定可控的程度，然后再慢慢复工，慢慢就像中国做一样。当然他们做不到，没有这个组织力、动员力，你知道吧？民众有普遍不相信政府，这是很大的问题，对吧？然后呢，疫苗啊，英国的阿里斯康第3期临床死人了啊，美国的强生出了一款疫苗啊，临床也被暂停了，对吧？莫丹纳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啊。我估计没戏啊，那反而中国的灭活疫苗和其他一共5种技术路线，对吧？一枝独秀，对吧？有4款已经进入3期临床，马上要上市了啊，马上要上市。国内说实话，浙江嘉兴和义乌啊，已经开始公开接种了，200块1针，一般是打2针400块，是科兴生物的，北京科兴生物，对吧？已经开始公开接种了，对吧？很快，我跟你讲，年底啊，11月、12月月底啊，就会大量生产出来大量新冠疫苗，为全世界的友好国家提供帮助，对吧？疫情期间，中国政府高效的动员组织能力，以及对国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啊，比如封城啊，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那种应对能力啊，就是完全显示出我们说实话，高智商、高效的，对吧？这种能力，欧美国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欧美国家，你看一地鸡毛，哀鸿遍野啊，一比较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吧？真的，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这一场新冠疫情啊，戳破了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几十年来所吹嘘的种种谎言，对吧？破除了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对欧美的美好幻想，包括国内那帮公知啊、带路党啊、恨国党之类的啊，已经破除他们那种幻想了。他们那帮人嘴硬，你知道吧？中国政府的这些成就啊，让不少国家看到了新的灯塔国啊，新的灯塔国，对吧？请看我的第八期视频啊，谁更有资格成为世界的灯塔国？我里面有详细说明啊。300年啊，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是300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啊！我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啊，非常的荣幸啊，何其之幸也啊！第二个，我在说到第二个结盟啊，中国的结盟政策啊，中国从1994年建国开始啊，就奉行不结盟的对外外交政策，对吧？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了三八线，对吧？逼得美军签订了停战条约，赢得了胜利，也打出了国威军威，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啊！那之后呢，抗美援越啊，对应自卫反击战啊，和前苏联称霸的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系列战争啊，可以说把那一代人把我们子孙后代的仗全部打完了啊！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对吧？就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被人欺负，对吧？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新中国打出了一个国际地位啊，赢得了国际尊重。那从法理上说，中国目前只有一个盟国。就是北朝鲜啊，就一个盟国。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啊，中朝两国签订了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啊。该条约1961年9月10号生效，
1961年9月10号生效。这个条约呢，经过2次续期，两次延期啊。那个到现在呢，那个有效期应该到2021年9月份啊，明年就要到期了。那是否续签？那就看那个，我认为还会续签啊。所以很多人那个就说，哎呀，北朝鲜那个金家王朝啊，白眼狼啊，怎么样，这个那个世袭啊，怎么，咱别管，因为从法理上说，我们跟那个朝鲜是军事同盟关系啊，签订了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从法律上说，从情理上说。我们有义务，对吧？那个盟国就是有义务啊，你跟别人发生武装冲突，我就有义务参战，在全球各地，对吧？因为那个军事同盟那个就是规定了，就是条约国任何一方发生与第三国的武装冲突时，有互助的义务啊。我们跟别人发生武装冲突，朝鲜有帮助我们的义务出兵，那么朝鲜跟别人有武装冲突，我们也有义务帮助出兵啊。所以是自己人啊，所以各位没办法，好吧？那。这个关于结盟政策啊，那当时那个又说的我们那个当时中苏蜜月期啊，那个毛泽东当年那个拒绝苏联那个中苏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这件事情，我要说一下。1958年正值那个中苏的蜜月期，对吧？当时一边倒啊，倒向老大哥，对吧？那赫鲁晓夫啊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一致向中国那个提出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潜艇舰队啊。中苏两国在中国的南海岸合作建设长波电台，由两国共同管理，对吧？那目的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来抵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就第一岛链嘛，对吧？台湾、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对吧？那个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啊，对付共同的敌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那这个提议呢，被毛泽东当时和那帮那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啊，那帮老一辈的那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口拒绝。那个为什么苏联军队要那个联合军队要开进中国领海，要停泊啊中国的海岸，对吧？那飘扬着苏联海军的旗帜的那个军舰要在中国领海驰骋，这种情形是他以毛泽东为首那一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你知道吧？为什么啊？那帮人那帮毛泽东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是中国近代的屈辱史，你知道吧？由于满清腐败无能，对吧？那个各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近百年来被西方列强欺负啊，西方列强啊在坚船利炮攻击之下，丧权辱国啊，那个卖国条约一签再签啊，北京条约、辛丑条约、马关条约，对吧？领土一割再割，对吧？外国租界一个又一个。外国的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那真的是无法无天啊，对吧？那就是上帝啊！你们是那个二等人，中国人二等甚至三等人，对吧？再加上什么？当时呢，苏联强，中国弱，对吧？联合舰队如果成立了，那个指挥权肯定是苏联说了算，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我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那个，违背了独立自主的立国精神，对吧？所以那个和中苏那个同盟啊，建立联合舰队，建立长波电台啊，是毛泽东那一代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绝对无法容忍的，认为那是一种屈辱，所以宁愿不要，拒绝。那我就举个例子啊，为什么啊？最有标志性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啊？就是在中国领土上，目前为止啊，中国领土上所有外国的使领馆门口站岗的都是中国军人，嘿嘿，对吧？而不是外国军人啊。就打比方，美国是跟那个美国签订那个建交那个公报里面特别标明哪一条我忘了，就是说美国是不可以在中国设立武装部队的，即使如果军方往来啊，必须着便装，必须穿军装，不许带那个武器，对吧？所以就是特例啊，那个全世界各国在中国大陆的使领馆门口都是中国军人啊。你看美国人在全世界除了中国，在各个国家门口都是 Marine 啊，都是海军陆战队站岗，就是在中国，门口是那个武警，里边还有一道门，你知道吧？那是那个 Marine 啊，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那个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认为这有什么？其实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啊，这原则就是有关那个民族的那个屈辱与否，因为那个过去100多年实在太屈辱了，你知道吧？就是非常敏感，这是敏感点、基点，你知道吧？好，我再谈谈目前啊中俄合作的那个现状啊。那中俄合作现在是
怎么说是全天候的合作伙伴，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这个规格很高的，就差同盟了，好像是全天候合作战略合作伙伴，好像啊，对吧？那我就粗的概率一下，就俄罗斯能够给中国提供哪些领域能够帮助到中国的，对吧？我能够想到就是天然气，对吧？就14年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为期30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对吧？总价值4560亿美元，对吧？2014年底开建，2018年底开始供气，对吧？其实这是中国对俄罗斯在输血啊，就帮他忙啊。因为能够提供天然气的国家太多了，中东国家对吧？包括伊朗啊，那个包括众多的产油国都有天然气啊，还有卡塔尔，我记得天然气世界数量第1啊，对吧？那个价格也比俄罗斯便宜，对吧？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包括了就政治和那个地缘政治的因素，对吧？那就是要让。说实话，就是输血高价也行啊，支持俄罗斯，经济上他没钱，经济上支持俄罗斯来俄罗斯我们等于背的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嘛，来让俄罗斯在欧洲方面来抵抗咄咄逼人的那个北约东扩，对吧？还有那个中亚部分现在泛突厥化，包括那个纳卡战争，对吧？土耳其背后支持的那个阿塞拜疆和那个亚美尼亚，原来是苏联苏联背后就是阿塞拜疆和那个阿沙尼亚本来都是苏联那个加盟共和国，现在那个由于宗教问题、领土问题闹掰了打了，对吧？那背后就是土耳其啊，对吧？土耳其也不是好东西啊，土耳其都不是好东西。好，这天然气俄罗斯能够给中国提供了。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尖端的武器系统，俄罗斯还还能吃一点苏联的老本啊，老本还没吃光啊。比如那个 S400防空反导系统，对吧？苏35战斗机啊，包括其那个发动机矢量喷口之类的。那个前段我们不是买了一个团嘛，好像24架还是36架，对吧？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啊。别认为那个隐形发动机怎么样，这个苏354代半非常不错，对吧？还有那个长城战略轰炸机的技术。我们现在那个真正的战略，除了那个轰6啊，魔改了 N4了，风6N 了，现在对吧？但是航程短啊，那个长城的战略跨洲际的战略轰炸机，我们现在还没有出来，对吧？虽然那个都在传了好几年了，那个轰20没看到啊，对吧？但是我多一些技术有什么不好？俄罗斯在这个方面很厉害的，对吧？苏联的老本可以吃好多年了。还有那个包括什么米17啊、米16啊，等等这些那个大型那个运输直升机，那个我们需要的，对吧？说实话，我想到除此这两个东西，除了武器和那个天然气，俄罗斯没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了。那反观啊，中国我们可以提供给俄罗斯的什么？我跟你讲，除了能源、矿产能源那个武器部分的尖端武器之外，其他所有的工业领域我们都能够提供。我们现在是世界第2大那个经济体，是第1大工业国已经是第1大工业国了所有的那个民用的那个主要是民用的，对吧？还有什么乱七八轻工业什么重工业，那个电子设备，包括那个5G 啊、通信啊、电子商务、云计算、人工智能啊，我们远远甩俄罗斯多少 N 条街了，我跟你讲，对吧？那个俄罗斯经济结构不合理啊，它就是那个一口气一直没缓过来，苏联解体之后一直没缓过来。那个北约啊，以美国人为首的北约，就是趁他病要他命啊，到现在还没缓过气来，就是经济结构没调整过来，经济也没有升级，那一直就这样半死不活，你知道？那么你看那个他又被那个由于那个乌克兰那个前2年不是他那把乌克兰那个一分为二嘛，东乌西乌，对吧？然后那个克里米亚把克里米亚吞了，然后打格鲁吉亚，打那个奥塞蒂，结果跟那个欧洲跟北约关系到了非常僵。那美国联合北约那个通过那个 SWIFT 对吧？那个制裁那个俄罗斯经济制裁俄罗斯那个银行好多年，他日子很难过，日子非常难过。我跟你讲，还有呢，俄罗斯主要是经济那个发展经济没钱，资金短缺我们可以中国各个领域我举例子打比方，它远东地区对吧？远东地区它有好多地广人稀，好多地空着闲着。好像前2年不是有人们去租地对吧？租了多少万亩的地，然后你跟当地的那个俄罗斯远东什么州的那个当地的政府那个合作，然后我们出人出钱出设备，他们出地对吧？种子什么化肥都我们来，然后收成了，那都是黑土地1年一熟还是1年1熟吧？那边天冷出来，然后大家分成怎么样？我觉得不错好多领域了。包括好像是贝尔加湖那边水资源、水那个河水的质量非常好，
好像有中国那个企业到那边去投资做那个矿泉水，对吧？好像后来好像听说闹得不太愉快，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吧？那个综上所述，就是可以投资领域非常多。我个人判断啊，中国可以全方位的密切合作，但是短期内啊，中国不会结成军事同盟，这个可能性不大啊。说实话，是俄方有求于中方的远多于中方有求于俄方的，你知道吧？我们占主动，他是求人啊，我们是被求方，然后又要违背那个立国精神、独立自主的立国精神，对吧？然后如果结成军事同盟了，你有义务啊，万一打比方俄罗斯跟那个北约干起来了，跟谁干起来，我们也必须参战啊。如果按照条约必须参战，对吧？除非你撕毁那就另说。你如果完全按照那个军事同盟的条约，你必须参战，那你就烦不烦啊？现在多自在啊！我想帮你了，我就帮你一下，那也无所谓，没有条约就一张纸啊。无所谓啊，对吧？我想帮你了，我资金啊、人员包括技术啊、那个物资啊，我都可以帮你。我不想帮你了，你有条约我也不帮你，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结不结同盟就没意思，没什么大意思，你知道吧？不是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呢？那个条约就是为了被撕毁的啊，对吧？承诺就是为了被违背了，就是那么回事。那个国际政治啊，就那么回事，赤裸裸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然后呢，很多人包括我今天看了网上好多人非常兴奋嗨，哎呀，我们找到那个强大的同盟了啊，那个有俄罗斯在我们背后撑腰，我们就不怕美国了。其实他很幼稚的，你知道吧？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俄罗斯已经是没有资格去争夺跟美国去争那个世界老大的那个位置了，他已经没资格了。他就是被美国人嘲讽我，他是叫大号的沙特，他除了那个核武器和部分啊一小部分比较高端的吃那个前苏联老本的那些武器系统啊，其他不行了，这不行了。你看我们那个无人机这次那个纳卡战争，你看到现在时候就是高科技的战争啊，俄罗斯在电子和那个信息和其他这个新材料方面不行的，我跟你讲。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人就嗨错了，就是结盟一点没意思，你知道吧？嗨错了，就是除非有一个情况发生，就是哪天中国结盟了，就是为了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的啊。中美俄都是核大国啊，都是核大国。如果万一不幸爆发了第3次世界大战，那就是全面战争啊，那就是大国之间全面战争，对吧？那就要站队了，就像那个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大战站队啊，协约国、同盟国什么弄好，然后拼了老命啊，往死里干，对吧？赢者通吃，就那么回事。那将是全人类的悲剧。如果万一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就是全人类的悲剧，全面战争必将升级，到后来就是什么？全面爆发全面核大战，人类灭亡，就那么回事。所以，对吧？所以我认为，中国之间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非常不可能啊，很小的。就是说，说实话嘛，我们如果想帮俄罗斯，就暗中帮啊，要这张那个纸干嘛呢？没用啊。对吧？要实惠啊！这个是沉重的沉重的包袱啊，有什么意思呢？对吧？现在多我想帮就帮，我不想帮就抱着手旁边看看，对吧？那挺好，我觉得这样是最适合我们，符合中国这个国家利益的啊。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认为中美之间发生局部的中等高强度的高力度的战争的可能性是还是比较高的。我跟你讲啊，那个地点可能发生在哪里呢？可能发生在台海。就是我们那个解放台湾的时候，他来插手联合日本也可能在南海，南海什么的，美日印澳组成那个同盟军联军，来在南海某个岛礁，打比方，靠近那个菲律宾的那个花园礁，因为他要师出有名啊，就是当年16年不是那个搞了一次嘛，就是所谓的那个海牙国际法庭，那个国际法庭没用了，对吧？不承认，但是他有所谓的海洋国际法庭那个判决，他要师出有名，他会在这个方面，如果要动手的话，以这个名义来动手，你知道吧？所以我跟你讲，在南海那边，但是我认为，就算中美之间发生那个热战啊，彼此都会有默契，就是设定底线和红线，就是控制战争规模啊，不会把那个战争引向全面战争，从而引发全面核大战，这是
大家都想自杀，我认为美国人没那么傻，对吧？他跟你打热战，遏制你怎么样？目的是什么？他继续称王称霸。称王称霸的目的是什么？要利益，对吧？他死了哪里还有利益啊？全没了，人都没了，是吧？那目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啊，日趋恶劣啊。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及其仆从国啊，什么日本啊、韩国啊、印度啊，还有被抛弃过无数次的怨妇啊，那个台湾伪政权，对吧？对第一岛链上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打压和遏制围堵。无所不用其极啊！贸易战、科技战，对吧？科技战打个比方就是什么抓孟晚舟啊，支持加拿大抓孟晚舟啊，禁止华为，禁止所有那个拥有美国技术的那个企业，掐断华为的供应链啊，对吧？还有抓捕、陷害、暗杀啊，华裔顶级科学家啊！你们看我第3期的视频啊，我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第3期的视频就是盘点近年来那个华裔科学家的处境啊，我说的非常详细，对吧？还有那个美国德克堡生物实验室的那个病毒啊，那个新冠病毒啊，是美国德克堡生物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啊。然后导致然后人员又到武汉参加那个军训会啊，传染给我们那个武汉那个中国人，对吧？导致那个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啊。美国自己的疫情控制不力，却拼命的对吧？造谣抹黑甩锅啊，中国啊 China virus 对吧？来逃避责任啊。然后他们还是禁止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入境，取消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然后鼓动美国的那个白人至上，还有其他那个极端种族主义者啊排华啊，在美国的华人也要小心，奉警耻乎啊，奉警耻乎！你们看我第2集的那个视频有详细说明啊，美国排华法案之类的，对我有详细说明。那么还有什么和以蔡英文为首的那个台独伪政府啊展开高层次的交往，对吧？美国的那个卫生部长，然后那个次国务卿，然后据传近期又在传蓬佩奥要访台了，然后又在吹要美国跟台湾要复交啊，要复交。原来跟不是所谓的中华民国伪中华民国不是那个有建交嘛，然后跟我们中华人民国71年建交后之后跟那个台湾断交了，对吧？他们复交啊，然后又最近又出售给出售要出售，已经通过了法案啊，出售了进攻性武器给台湾，对吧？那公然违反中美建交的3个联合公报的承诺，那试图事实上的分裂中国，对吧？在第一岛链啊，联合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啊，试图形成东亚版的新北约。我估计韩国都到后来，因为韩国是殖民地，没办法，对吧？因为那个命根子被老美掐着，对吧？我估计到后来虽然心里不情愿，会被逼着拉入伙啊，新北约啊。然后呢，企图在南海就搞事儿，我估计就在黄岩岛内，借着这个，就因为要施出这个名义啊，所谓海牙什么国际法庭那个判决，以这个名义来跟我们搞，有可能，我跟你讲，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有可能是新总统上任以后，如果是川普，他肯定搞，那个拜登，我估计也不是善茬，我跟你讲啊。第2点啊，结合10月21日，最近啊。结合10月21日那个中国人大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修订案》啊，明确表明，对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遭受发展利益遭受威胁时啊，国家将依法进行全国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对吧？也就是说，遭受威胁时就可宪法制人动手啊，对吧？我们可以宪法制人动手了啊。我们感觉遭到威胁了就可以动手了，对吧？抛弃了各种那种被动的什么不打第一枪的那种自缚手脚的不合时宜政策，抛弃了啊，对吧？我非常赞赏，点1万个赞。那主要表明了这个草案，那个国防法草案修订草案，主要表明了中国军队要参与全球的安全治理啊。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运用武装力量保护海外中国国民、组织机构和设施的安全，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对吧？我们现在国家全世界投资，全世界都有利益啊，都有产业啊，对吧？一场利比亚撤侨，一场伊拉克战争，我们损失多少亿美元啊，对吧？到现在还就这样烂下烂尾，人要躺那边，没办法，我们那个军力达不到，人家就不理你啊，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参加联合国维和、国际救援、海上护航、联演联训、打击恐怖主义等活动啊，那就是军队就可以主动出国参战了，挺好啊。然后呢，我第3点再结合什么？结合近期高层什么？昨天习近平对吧？和那个中央高层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大会上讲话啊，对吧？他讲话是非常狠的，就是
讲了狠话，那个非常严重啊。我摘录一段就是什么啊？他怎么说？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吧？我们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啊，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这个是最关键，迎头痛击就是什么？会主动干你，对吧？那习近平这段讲话非常强硬。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是对美国进行了最后一个警告。说白了，70年前我们那么弱小，综合国力和美国不能比，一个天一个地，对吧？我们是农业国啊，但是当时美国联合国军17个国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有力的那个国家联盟啊，他也没赢啊，他等于是输了，对吧？那我们都敢动手跟联合国军干，对吧？联合国军死了50多万啊，死伤50多万啊，美国人死了5万多。总的联合国军不止50多万，100多万，包括南朝鲜伪军啊，一共联合国军那个伤亡100多万，我们才30万，那个官方公布30万多一点，30万多一点是吧？包括受伤的啊，伤亡是吧？所以现在更没有什么可以担心了。我跟你讲，如果要撕破脸啊，那就放马过来用我套用习大大那句话对吧？生死看淡，不服来干，就那么简单啊。还有那个最后我跟你讲啊，大国崛起啊。从人类那个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啊，大国崛起从来没有和平崛起的啊，靠的都是武力，从来没有例外。所谓和平崛起，前2年不是谈我们和平崛起怎么样？都是某些人的美好愿望啊，偏偏老外，对吧？千万别信啊！这个世界信奉的就是丛林法则啊，弱肉强食，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从古到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啊！那个，所以啊，我们中国要想民族复兴，成为超级大国，恢复汉唐盛世，对吧？站上世界之巅，必须经历一场或几场啊血与火的洗礼，也就是必须经过一场或几场的血腥的战争那个现在都是高科技战争了，对吧？要把守成大国打趴下，把它打服了。那个全世界的其他国家才会认可你、尊重你、承认你那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并遵守你重新设立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在你设立那个规则和秩序下面玩，知道吧？一等国家玩秩序，定秩序、定规则，这是最高的这是最高的，是吧？这就是跟那个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一样，是吧？只有拼死一搏，狠狠的干一仗，让敌人输得心服口服你的国际地位和尊严才会被所有其他人认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个包括习大大这次强硬讲话，中国告诉我们老百姓1万个1100万个那个支持赞成，对吧？那这期节目播送完了都是一家之言，也不是专家学者，都是一家之言，对吧？希望各位老铁们踊跃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就点赞订阅谢谢大家。